就在前不久，立陶宛西奥艾利空軍基地警報聲撕裂了波羅的海的寂靜，2架法國阵風戰鬥機緊急升空，目標鎖定在拉脫維亞東部拉特加爾上空。一架來歷不明的無人機正從俄羅斯方向越境闖入北約領空，紅外搜索與跟蹤系統捕捉到那團微弱的熱源，飛行員在耳機裡聽到頻譜電子戰系統自動完成的威脅分析。幾分鐘後，他按下發射鍵，導彈離軌，無人機化作碎片。這是北約波羅的海空中警戒任務首次在拉脫維亞上空成功攔截並摧毀入侵無人機，也是陣風服役20多年來的首個實戰擊殺。消息一出，外界炸了鍋，這架無人機到底從哪兒來？拉脫維亞軍方指出，它很可能因俄羅斯電子戰干擾而偏離航線。俄軍在烏克蘭戰場大量使用電子干擾設備，部分無人機的 GPS 信號遭到壓制後，導航失靈，像無頭蒼蠅一樣四處亂撞。80公里什麼概念？在戰場上，相當於一支裝甲部隊從邊境高強度推進大半天的縱深，或者說從海岸線突破到第2道防線的距離。一架無人機飛到這兒，已經不是擦邊，而是直接踹門了。但相比上次的 F-16，這次的主角換成了法國的陣風。於是3個問題砸過來：陣風到底是一架什麼樣的飛機？為什麼法國寧願花幾十年獨立研發，也不買現成的 F-35？當俄軍的蘇35在烏克蘭上空小心翼翼，蘇57躲在幾百公里外發射巡航導彈時，這架歐洲4代版戰機的佼佼者究竟藏着什麼殺手鐧？今天就讓我們大家從波羅的海的硝煙中，看看這架法國空中匕首是怎麼成為北約東翼守護者的。要理解陣風，我們首先得看懂法國人的脾氣，更準確地說，是法國航空工業用半個世紀的血淚換來的生存哲学。時間回到1960年代，戴高樂政府做了一個驚世骇俗的決定，退出北約軍事指揮機構，驅逐美軍基地。從那以後，法國定下一條鐵律，自己的戰鬥機必須自己造，這不只是自尊，更是為了不讓別人掐住喉嚨。法國人的本事是從幻影系列一刀一槍殺出來的。1950年代，達索公司推出了幻影3戰鬥機，它採用了一種當時很冒險的設計——無尾三角翼。這種布局阻力小，速度快，但起降距離長，低速機動性差。法國人硬是靠着一代代飞行員的實戰反饋，把這些缺點一個個啃了下來。真正讓幻影系列封神的是法國空軍自己的實戰檢驗。1970年代，法國幻影3在非洲乍得衝突中多次執行對地打擊任務，面對防空炮火和便携式導彈的威脅，憑借出色的低空高速突防能力，實現了0戰損的打擊記錄。法國飛行員在實戰中總結出的經驗：戰鬥機必須簡單、耐用、維護性好。這些反饋直接催生了更強大的幻影2000。1990年代的海灣戰爭，法國空軍的幻影2000與美軍 F-15、F-16並肩作戰，在伊拉克上空執行了數百架次的偵察和打擊任務。面對敵方軍密集的防空火力，法制戰機的電子戰系統和生存保障經住了嚴酷考驗。法國人從這些實戰中提煉出一個核心結論：空戰的勝負不取決於誰飛得最快，而取決於誰能在最複雜的戰場環境下把武器送出去。這也是為什麼法國人對多用途有如此深的執念。2戰之後，法國的防務壓力是全球性的，從非洲的乍得到南太平洋的新卡里多尼亞，法國遍布全球的海外領地，意味着他的空軍不可能像美國那樣 F-15專职制空， A-10專职对地， F-16填補空缺。法國沒有那個財力，也沒有那個後勤能力，所以法國戰機必須是一架瑞士軍刀。今天在非洲投精確制導炸彈，明天在歐洲攔截轟炸機，後天在航母上起飛反艦。全能不是法國人的愛好，而是法國地緣現實的必然需求。回到陣風的故事，1980年代，歐洲多國聯合研制歐洲戰鬥機，也就是後來的台風。法國最初也參與其中，但分歧很快出現。法國人提了2個要求：第一，新戰機必須能上航母；第二，核心技術必須自己掌握，不能受制於人。其他歐洲國家一聽就摇頭，我們不要舰載版。結果呢，法國人做出了典型的法國式決定，退群单幹。1986年7月4日，陣風實驗機首次試飛，這個時間點僅比台風晚了不到1年。然而，台風2003年就服役了，陣風直到2006年才進入法國空軍。為什麼？因為沒錢。冷戰結束後，法國國防預算持續萎縮，達索公司咬牙硬撐了10幾年。陣風起步不晚，服役卻晚了，但法國人對此毫不在意，因為他們從來不在乎第一個到，只在乎最後一個站着。那麼陣風到底強在哪兒？
它的核心設計理念可以用一個詞概括：全能。這不是一架單純的空油戰鬥機，也不是一架對地攻擊機，而是一架什麼都能幹的瑞士軍刀。先看基本參數：三角翼加壓翼布局、雙發、單垂尾、最大速度 1.8 馬赫。這些數據放在今天算不上驚豔，但真正的過人之處藏在細節裡。它有14個外掛點，最大外掛能力約 9.5 噸，相當於把自身的空重又背了一遍。這意味着它可以同時攜帶各種導彈、偵察吊艙、副油箱。它無需專用電子戰飛機伴隨，自己就是一支迷你編隊。但陣風最核心的王牌是頻譜綜合電子戰系統。很多居民認為陣風不隱身就是落後，其實這是極大的誤解。頻譜系統不是單一的干擾機，而是一整套電磁頻譜的攻防一體網。它將雷達告警、導彈逼近告警、激光告警、紅外探測、主動干擾全部整合在一起。它的核心邏輯是不靠外形隱身，而靠電磁靜默與動態偽裝。什麼意思啊？我們拆開來看。先說電磁靜默，陣風在執行任務時，可以根據戰場環境主動關閉自身雷達，依靠頻譜系統的被動探測模塊感知威脅。這個系統覆蓋了360度全方位，無論威脅來自哪裡，都能及時感知。當蘇35開啟雪豹雷達掃描時，陣風可能在100公里外就收到了雷達波，而自己完全沒有暴露位置。這就好比在黑夜裡，你拿手電筒到處照，而對方帶着夜視儀蹲在暗處，你每打開一次手電筒，就是在告訴對方我在這兒。再說動態偽裝，當陣風被發現時，頻譜系統會啟動主動干擾，核心技術叫假目標生成。它能在毫秒級的時間內生成數十個虛假的回波信號，投射到對方雷達上。對方的操作員會看到屏幕上突然冒出10幾個陣風，有的向左，有的向右，有的在爬升，他根本不知道哪個是真的。更進一步，頻譜系統還具備欺騙性干擾能力，它可以模擬出我正在朝你飛來，我正在脫離等各種虛假信息，誘使對方做出錯誤判斷。這種主動生存力哲學與 F-35 的外形隱身走了2條路。F-35 是讓別人看不見我，而陣風是讓別人看見一個假的我。當對方雷達技術足夠先進時，比如對面裝備了 AESA 雷達的蘇57，外形隱身的效果會被部分抵消，而電子戰的能力會成為決定勝負的關鍵。據北約內部評估報告，在紅旗演習中，陣風面對先進雷達對手時，其電子戰系統的生存保障被評為極高。它不是最強的拳擊手，但它是最難被擊中、最難被鎖定的那一個。2000年代後，全球陷入 F-35 狂熱，英國、意大利、挪威，甚至連比利時都買了，但法國没買。美國 F-35 的核心在於 ALIS ODIN 系統，這套後勤網絡把每一架 F-35 的飛行數據、任務計劃、維護記錄都實時上傳到美國的服務器，沒有它，飛機連發動機都啟動不了。這意味着加入 F-35 體系就等於完全融入了美國的作戰生態，你的每一次起飛、每一次訓練、每一次作戰都和美國本土的指揮中樞連在一起。反過來，你也能立刻獲得北約體系的全套支持，預警機、衛星鏈路、情報共享、聯合作戰規劃，這些是獨立研發的戰機很難擁有的體系紅利。法國人把這稱為主權讓渡，他們承認加入這個體系能得到很多，但代價是自己不能完全說了算。對於法國來說，他們寧可少要一些體系紅利，也要保住那把獨立啟動發動機的鑰匙。那法國為什麼不買 F-35？不是覺得它不好，恰恰相反 ，F-35 是美国燈塔的巔峰之作，隐身和數據鏈都是全球頂尖。但法國算了一筆長遠的賬，如果全面換裝 F-35，法國本土的航空工業、達索的設計團隊、斯奈克馬的發動機產線、泰雷茲的雷達部門就會從獨立研發整機，逐漸轉向維護配套和部件生產。幾年下來，獨立設計一款全新戰鬥機的能力就會慢慢轉移。到那時，法國空軍雖然能擁有全球最先進的隱身戰機，但每一架飛機的深度升級，每一個核心零件的更換，都需要融入美國主導的後勤體系。法國人尊重這個體系，但他們更想留住自己的那一套，這就是歐洲自主防務的現實抉擇。法國一直在推動未來空戰系統，但德國等國傾向於直接買現成的 F-35。法國的邏輯是，如果我現在買美國貨，10年後我就再也沒有能力從頭造自己的飛機了。所以法國選擇了另一條路，讓陣風持續進化。看看這條進化時間線， F1、F2、F3 標準穩步推進，
直到2019年啟動的 F4 標準將陣風帶入網絡中心戰時代。2024年的 F4.1 標準集成了天蠍座头盔顯示器，飛行員眼球對準哪兒，導彈就鎖定哪兒。這不是從單機到集群的簡單升級，這是本質跨越。與此同時，陣風的出口訂單持續增長，印度、埃及、卡塔爾、希臘、克羅地亞、阿聯酋、印度尼西亞相繼下單。截至2025年，已出口超過200架。這些國家大多有一個共同特點，他們在擁抱美國體系的同時，也希望手裡能有一個備選方案，想保留一份自主選擇的權利。而陣風正好提供了這個選項，它足夠先進，足夠可靠，而且不需要把自己的後勤數據完全交出去。對於這些國家來說，陣風不僅僅是一架戰機，更是一份我還能自己說了算的底氣。回到波羅的海，2026年，法國空天軍第4戰鬥機聯隊的4架陣風組成第71波羅的海空中警戒特遣隊，進駐立陶宛西奧埃里空軍基地，負責保護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3國的領空。這3個波羅的海國家在地圖上就像一串緊挨着的項鏈，他們自己沒有戰鬥機中隊，防空完全依賴北約輪換部隊。現在我們來做一個詳細的實戰推演，如果陣風和俄軍蘇35在波羅的海上空正面遭遇，會發生什麼？先看搜索與鎖定這一關。蘇35的雪豹 E 雷達功率確實大，但它是無源相控陣，側向和後向的探測能力明顯不足。這就像一個人只能看清正前方，兩邊和背後都是盲區。而陣風的 2B12 有源相控陣雷達掃描速度極快，更新率更高，專門針對高機動目標。在電子戰環境下，誰先發現誰，往往不取決於誰的雷達功率更猛，而取決於誰的電子偵察系統更靈敏。而這恰恰是陣風的強項。接下來是電子對抗，蘇35好不容易鎖定了陣風，正準備發射導彈，結果頻譜系統立刻釋放出幾十個假目標信號。蘇35的雷達屏幕上突然冒出10幾架陣風在到處亂飛，你讓俄制的277中距彈怎麼選？它的導引頭面對這種海量虛假信號，很容易出現鎖定抖動，甚至直接丟失目標。而真正的陣風早就趁亂切進了攻擊位置。到了武器發射的環節，陣風和米卡導彈有2個版本，主動雷達版和紅外成像版。在複雜的電子戰環境下，法國飛行員可以根据戰場情況瞬間切換到紅外導引頭。這時候蘇35所有的雷達干擾手段全都失效了，因為紅外制導不看雷達波，它只盯着發動機噴口的熱量，你干擾再強也做不到沒有熱信號。如果前面幾個回合還沒分出勝負，雙方進入了近距離纏鬥，那陣風的壓抑布局就開始發威了。壓抑帶來的超強瞬時盤旋能力，讓陣風可以在極短時間內把機頭指向目標。法國飛行員的標準戰術是打了就跑，利用第一次交匯的瞬間，靠機動甩出一個發射角度，甩出紅外版米卡，然後立刻脫離，絕不戀戰。這種戰術對付重型戰鬥機非常有效。結論很直接，蘇35的能量特性確實很好，飛得遠，載得重，但在北約一體化防空體系和陣風強大的電子對抗能力面前，它顯得相當笨拙。打個比方，蘇35像是穿着重甲的騎士，而陣風是披着電子隱身斗篷的游俠。在現代戰場上，騎士往往還沒看到游俠，就已經在亂箭中倒下了。而波羅的海的這次攔截也預示了未來空戰的另一個方向——無人機時代。當無人機蜂群鋪天蓋地襲來時，陣風的多用途價值會再次升級。按照法國軍方的規劃， F5 標準的陣風將與無人僚機協同作戰，有人機飛行員坐在駕駛艙裡負責指揮決策，無人僚機則深入敵境去探測、誘敵，甚至實施飽和攻擊。這種有人加無人的編隊正在重新定義未來的空戰規則。陣風不僅是一架飛機，它是整個北約東翼威懾力量的核心單元。每一次從西奧利埃基地升空，它都連接着北約預警機、地面雷達和電子戰數據庫。這就是為什麼法國人敢於讓陣風直面威脅的原因。從1986年試飛到2026年首個實戰擊殺，法國走過了整整40年。它沒有隱身，沒有超音速巡航，沒有全球最先進的單項指標，但它用40年的迭代證明了一件事：在現代戰爭中，最致命的武器往往不是數据最漂亮的那個，而是最能適應戰場變化、最能持續進化的那個。美國燈塔照亮了隱身時代的道路，而法國則在另一條賽道上用堅持和迭代寫下了屬於自己的傳奇。波羅的海上空那一枚命中無人機的導彈，
不僅是法國空軍的戰果，更是法蘭西工業主權意志的體現。陣風的故事沒有終點 ，F5標準已在路上，無人僚機、高超聲速導彈、網狀作戰，這些概念正在將這家法蘭西戰鷹推向新的高度。本期關於陣風戰鬥機的分析視頻就到這裡，最後留2個問題向各位討論一下。第一 ，F-35隱身戰機滿世界飛，法國卻選擇花錢持續研發沒有隱身的陣風，你覺得這是法國人的工業執念，還是為了保住最後的主權尊嚴？提示一下，隱身是代差，但維護權是命門。一旦買了 F-35，房屋自主權就等於交給了五角大樓的服務器索馬。第二，如果陣風和俄軍蘇35在波羅的海正面遭遇，在北約情報體系的支撐下，陣風的電子戰優勢是否足以壓制蘇35的雷達功率劣勢？歡迎在評論區留下你的看法。如果你喜歡這期視頻，別忘了按讚、訂閱、轉發。我們下期再見。